我们还是这样子对折一下，折一个中线出来啊，折一个中线出来，这样子就比较好安排这个花，第一朵花在哪里？如果第一朵花画好了之后，第二朵花就非常好安排了。主要就是先把第一朵花安排好，好，这个中线在这里，然后我们刚刚我们计划的这个第一朵在这个位置啊，第一朵在这个位置，那就大概第二朵在这里，第一朵那就在这里了。好，我们第一朵花画在这个位置。第一朵花它是一个绣球形的，第一朵花是一个位子啊，是一个绣球形的位子。好，第一朵花，第一朵的话，我们紫色比较用的少，我们基本上不用什么紫色的啊。第一朵不用多少紫色，第一朵是这个绣球形的，我们在最上面的最上面的那一朵这个塔式的才会用到这个紫色。好，我们开始调色啊，开始调色。首先，我们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一定要调均匀哦。玫瑰红刚开始调这个玫瑰红，其实我们深色的地方是不要那个底色的最好。当然，我们这个笔上因为刚刚调了这个底色是有底色的，是有底色的。我们拿一张纸把这个笔上的水分太大了，旁边要准备一张纸哈。如果当你的水分发现这个水分太大的时候，发现这个笔上的水分太大，你一调色就掉在这里很多的这个水分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的这个废纸上这样子吸掉一点点哈。先开始一个水分太大，你就吸掉一点点，好，吸掉一点点，然后再去调色，尽量不要让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了，容易掌控不好这个水分。好，调了这个玫瑰红之后，调牡丹红，牡丹红它比这个玫瑰红稍微要深一个颜色，稍微要深一个度。好，把这个牡丹红就调一点在这个笔尖上就可以了，然后笔尖可以再蘸一下哈，一点点这个胭脂一定要慎用，胭脂一定不要蘸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笔啊，看一下这个笔，它是由深到浅啊，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看到没有？由深到浅的变化要调成这样子，由深到浅的变化，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画了。我们第一朵花画在这个位置，画到这个位置啊，画这个位置，我们先可以用手指框一下它的位置，它是有一点这个朝这个右上的，这朵花有点朝右上的。好，还是一些很多这个小碎瓣的组合。好，还是一些很多碎瓣，这种碎瓣的话，你从哪里画，第一笔画哪里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你就是把这种所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瓣，你去组合，去把它组合在一起。我刚刚一下子把这个水分吸掉，发现有点吸多了哈，吸多了，笔上现在有点干，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先画一下啊，画几个花瓣先，再去补充这个水分，好不好？好，我们这个画这个花瓣的时候，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不停的去补充颜色，大家看得清楚吗？好，很小的各种各样的小的花瓣啊，小的有这种非常小的这种细节。当然我们在示范的时候也是非常慢，大家也是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尽量的让大家看得清楚明白一点，慢一点，尽量的慢一点。
好，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好，各种各样的小花瓣、小碎瓣。虽然说它是一些小碎瓣，我们有的时候也偶尔表现一下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偶尔也去表现一下。好，这个笔上已经有点干了，已经有点干，已经画不出来了，有点干了。有点干了，我们可以加一点底色啊，加一点底色，或者是加点水都可以。我们就加一点底色，稍微的蘸一点点底色，然后我们再继续去调色，还是一样，先调这个玫瑰红，把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牡丹红可以多调一点。多调一点牡丹红，然后稍微的蘸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胭脂一定要慎用。在画这一朵花的时候，有的时候画的有点灰，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胭脂蘸多了，胭脂一定要慎用哦。胭脂要慎用，慎用的意思不是说不用，不是说不用，是少用，是少用的意思。不是不用的意思，胭脂每一朵花里面都会有这个胭脂的这个颜色，胭脂这个颜色用好了，它是很好看的。好，还是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啊，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哎，笔尖这个胭脂少了一点点，你看这个胭脂如果少了，你还画不出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感觉，所以胭脂要用，但是要慎用。用这个胭脂，但是不要调太多了。大家说这个颜色不够鲜艳，都是因为这个胭脂调太多了才不够鲜艳啊。好，我们慢慢的这个花瓣慢慢的往下延伸，从哪里开始画都不重要啊。好，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好，有一些这种很小的，就这么去点一下，让它出现很多这种非常非常小的这种细节。好，这里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这个颜色还调的不到位啊，这一朵的颜色调的不到位，这一片没有这个过渡，没有这个均匀的过渡，这里太浅了，这里突然太深了，所以要重新调一下，重新补充一下这一笔啊，这一笔，就是即使是我在画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颜色没有调到位，也会的。大家在画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这种问题。当我们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哈，尽量的把颜色调均匀一点点，一定要调均匀哦，不是尽量调均匀，一定调均匀，不调均匀这个花肯定它画出来这种感觉它就没那么好看了。好，这里偶尔来一些这个大一点的花瓣，虚一点的，就像我们画这个上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浅，这个花瓣会越来越虚。好，这个笔上现在干了，我们再蘸一点这个底色。
上了底色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继续调色，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调这个牡丹红，我们今天用的是牡丹红，不是曙红。如果用曙红，它就更红一点；用这个牡丹红的话，它就整朵花会显得紫一点点。这个花的话，颜色会越来越虚。这一笔的颜色我们还是调的比较多啊，我们就画这个大花瓣啊，好，这里稍微有一些这种大一点的花瓣，让整朵花上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好，这里还是一些小的碎瓣。然后我们现在画这个上面这一层比较虚的这个花瓣啊，比较虚的花瓣，我们画的时候颜色要少调一点。稍等一下，我们再把这里再加几个花瓣，这里再来几个这个颜色深一点的这种花瓣。好，我们在上面画一些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这样去点它。这上面的这个大花瓣，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直接这么去点它。然后我们再蘸一点底色，我们画上面这一层比较虚的，蘸一点底色。我们这个笔尖如果这个颜色太深了的话，我们在这个废纸上画掉一点点，哈。因为我们现在画这个虚的它颜色很少，我们就稍微调一点点就可以了。笔尖稍微沾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就可以开始画了。好，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直接这么去点哈，它就可以了，点出这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来。直接这么去点它。这个笔上的颜色还是太多了，不行，要洗一下。如果太多了，这个笔上的颜色太多了，我们要稍微的洗一下。你看这一笔太深了一点点，就是每一笔我们都要注意好，稍微多一点它就深了，你看这一笔深了就不好看了，真的。这一笔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有的时候画的时候就是画我们这个小写意，还是一定不能偷懒。我刚刚说不偷懒，但是笔上因为有颜色，没有把它洗掉，马上画出的这种花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了。好，蘸点底色，然后再重新直接笔尖上调一点点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已经画了话，我们就很难去把它去改过来了，但也不重要哈，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把它掩盖下去啊。当然我们尽量还是要细心一点哈，去调色。好，我们这些去点一些这种小的这种虚的这种层面，每朵花这个虚实的这种变化，我们要把它表现出来，颜色深浅变化，还有物象的虚实变化。看看我们这一块。
还有这种虚一点的这种。好，这个上面这里是会虚一点，我们偶尔回一下笔啊。好，这个上面这一部分，这个第一层和第二层，这个球，这个绣球这一部分基本上就画这么多就差不多，基本上这么多就差不多。我们再画一下这中间这一部分，中间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再画这个大花瓣就可以。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球，这个球我觉得还可以把它再画圆一点。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些这个小的花瓣。好，加小花瓣，我们的颜色在中间的话就要深一点，所以我们调色的时候要调多一点，调色的时候要调多一点。然后笔尖上这个牡丹红也稍微调多一点。胭脂调一点胭脂，胭脂慎用，胭脂不要调太多了。好，这里我们再来几个这个小的这种花瓣。其实这个玫瑰红和牡丹红还有这个胭脂这几个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本身就很鲜艳。但是你颜色一定要多调。有一些家人他调的颜色很淡，就是用色你调的时候你用的颜色太少了一点点。稍微的可以用多一点点哈，稍微调色的时候可以多调一点点，用多一点点。你看我的颜色是调的非常的饱满的。这里来一个伸出来。好，我们现在就画底下这个大花瓣了，画底下这个大花瓣了。这个球，像我们这个球，我们现在就画这么大了。这个球我们现在就画这么大了，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画这个底下这个大花瓣。底下这个大花瓣，我们稍微的调一点点这个紫色啊，调一点点这个紫色。然后我们底下这个大花瓣我们颜色比较深，我们可以不用加这个底色。想让它深一点，不用加这个底色，我们直接加水，然后我们稍微的调一点底色，把这个紫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2/3调上来，把颜色调上来啊。等一下我们让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透出一点点这种紫色来，一定要晕上来啊，晕到这个笔肚上面来。好，然后再去调这个玫瑰红。底下的大花瓣它的颜色是比较深，所以我们颜色一定要调饱满。但有一些家人的颜色就是说调的总是不够深，就是你的颜色调的不够饱满。大家可以多调一点颜色进来。大家看一下我调色的时候，这个颜色是调了很多这个颜色，进去哦，要多调点颜色。就我们画浅色的时候只用到一点点颜色，但是我们画这个深色的这个花的时候，这个颜色还是要调多一点到这个笔上面来，要调匀哈。你看我们花在这个调色上是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颜色没有调匀，你画出来这个东西，这个花瓣
即使有一笔没有调匀，这个花瓣画出来那一片花瓣它就是不好看。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哈，也一定要有耐心去调色。你看我这个颜色是调的很饱满的，调了很多这个颜色进来。可以看一下我的盘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再去调这个胭脂。你看这个胭脂，我们其他这些颜色调了很多之后，我们去调这个胭脂，它就混合在一起，它就很红，而不是灰的。好，我们画这个大花瓣，底下这个大花瓣啊，看一下这个大花瓣在哪里。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大花瓣，这样子去滚它。我们之前有给大家讲的这个大花瓣，我们这样子去滚出一个大花瓣。滚到这里我们笔就干了，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有点干啊，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笔上已经很干，我们补充一点颜色啊。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个另外不一样的这个花瓣在旁边。好，这里一个大花瓣，画了一个大花瓣之后，我们这个笔上就干了。干了之后，我们要再加一点底色进来。干了之后要加点水哈，直接加水，不加底色了。补充了水之后，我们要补充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很快它就一笔下去，这个大花瓣一笔画下去，这个水分就没有了。颜色多调一点，调饱满一点。颜色一定要调饱满。好，我们这边来一个，从这边，从根部往上来画一个大花瓣。好，这里来有一个大花瓣之后，我们这里可以带一点勾，带一点节奏。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这个花瓣我们慢慢去补充，慢慢去完整。好，这里来一个侧瓣，然后再来一个大的一个正瓣。好，我们把它拉长一点，按长一点。好，我们再加一点水，笔上再加一点水，我现在加水去了啊，然后再调色。看一下这边这个花瓣，然后这个花瓣我们再怎么去加。好，这样子来一个。这个花瓣让它有这些大的这么多大的，我们偶尔来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好，这边再来一层。
那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再去慢慢去补充，慢慢去完整。好，我们再看一下这幅作品，哪里需要加花瓣？把这里加一个花瓣。现在画到后面，我们叫斟酌，这个花瓣在哪里比较好？到最后就要斟酌了。一点点的点，这里突然来一个这个深色一点、大一点的这种花瓣。好，这里来一些小的碎瓣。好，这里来了一个花瓣之后，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因为这个花，这个瓣上的这个颜色，如果跟它相差的太明显了，我们想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一个花瓣稍微的颜色稍微的加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加花瓣。到最后，这个就是一个慢慢去斟酌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现在在笔上有点干了，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看一下这个这还在哪里加这个花瓣呢？我现在斟酌，因为画到最后都是要斟酌，有的时候一片花瓣没画好，这一整幅作品就这样子就毁掉了。或者是这朵花就这样子行吗？这朵花就这样子，要不这朵花就不加了，就这样子算了。这样子也挺好看，让它的姿态特别一点。这边我再来加一点点。好，这里加一点点。把这个花瓣我们再加深一点点，加大一点点。好，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好，我们这朵花我们就画到这里。好，我们再调整一下哈，把这个要深一点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我们稍微的做一下调整。其实这朵花我们画的时候已经很仔细了，没有太多要调整的地方。好，我们这朵花就这样子吧。有的时候这一朵花可以继续画，也可以不用继续画啊。好，我们这一朵花的话，稍微再多调一点点这个三青在里面，让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微差。让这个颜色有点点微差，上面这一朵是一个包菜型的。
好，我们再在上面再画一朵啊，在这一朵花的上面再画一朵。好，蘸完底色之后去调色，还是一样的颜色，还是一些同样的颜色。先我们这一朵是一个包菜型的，我们先画这个反瓣。画这个反瓣的时候，我们颜色稍微调浅一点，颜色不要调太深了。然后稍微蘸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就可以了。好，我们从这里开始画。这个是一个包菜型的，它是包起来的。我们先画出这种反瓣啊，这种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哎，可以画长一点，然后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包起来。这里画一个往外包的，让它有姿态一点。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好，我们这里里面再来一层，里面再来一层，我们稍微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匀了，所以颜色一定要调匀。你看这一笔，这一笔就不行，看到没有？这里太深了，这里太浅了，颜色没有调匀，颜色没有调匀。我也会犯这个错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经常会犯这个错误。颜色没有调匀，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是不一样，不好看。我也会犯啊，我也会犯。再来一层这个更小一点的，一点点啊。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绣球型的，它就是不分这个正反瓣啊。好，这边这一层再来一个大一点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哦。我们刚刚颜色就有的时候没有调均匀，颜色没有调均匀，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好，我们再画这一边往上去的，往上的这个花瓣侧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一层大一点的，可以后面再来一层小一点的，上面再来一层更加小一点的。好，我们这一边，这上面这一边的这个反瓣，我们画一些稍微不一样一点的，让它小一点。好，都往这里，都往下包起来，都往这个地方包。
我们这样子有一些这样子弯过来、转过来。好，上面也有一些包过来。这样子，我们先把中间这一块包起来的这种反半先画好。好，我们现在这个反半，这个大概的这个位置我们都定出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画一些这种，再去画这个正半。好，我们从这里先画一个反半出来，然后再去补充里面的正半。好，这里来一个翻过去的，翻转过去。好，我们现在补充里面的正半。补充正半的时候，我们笔上就直接加水了。好，直接加水，不加颜料，加水。因为这个正半的颜色比较深，我们要把颜色画深一点，我们直接加水进来，然后颜色多调一些。来，把这个颜料多调一点，调到这个笔肚上。好，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然后笔尖牡丹红也是一样哈，要调饱满一些。你们颜色没有调的没那鲜亮，就是颜色没有调饱满。这个玫瑰红、牡丹红调少了，这些然后调胭脂的时候，你看这些东西调这两个颜色调饱满之后，你再去调胭脂，它就不会灰了，它就是很深的这种红色，很好看。好，我们现在去补充里面的这个正半啊，就是把这些反半里面的这种正半都补上。你看，像这些小的细节里面也是要补。当然，我们是这两朵花中间，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要细心一点去补啊，要细心一点，因为这朵花它是在后面。要注意这个层次。好，我们这里可以补2层。这样子来吧，以免把这个花给这个要注意它的层次啊。前面这朵花是在前面的一个层次。好，再补充一点颜色，好，我们先把这个挨着这一朵花的，我们先把它补充了，再调色啊，再补充颜色。好，补充这个正半，补充里面的正半，把这些缺口里面的这种正半都补上。笔尖一定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的颜色，要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好，这些小的细节里面也是要把这个正半深的颜色。好，笔上有点干了，我们再补充一点水分。
这个下面来补充这个盛开的这种大花瓣。好，这样子把它包起来。好，看一下，我们现在笔洗一下，我们上面这个花瓣稍微淡一点，我笔洗了一下，我们再调一点底色。刚刚我们深色的地方没有加底色的，我们现在加一点底色啊。调完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不要让水分太多了，大家可能掌控不好这个水分。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稍微的调一点点这个紫色进来，然后调这个玫瑰红，然后调这个牡丹红。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地方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大花瓣，来一个这个反瓣吧，先来一个反瓣。这一笔下来，这一个花瓣不是很完美。本来我想来一个反瓣，我现在让它成为正瓣了。这一笔不是很完美，我们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去把它，去调整它，去调整。这里来2个。好，这个笔尖没有深色的，颜色没有调好，笔尖要保持有一点深色的，要调匀哦。我有的时候也会没有调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调色啊。颜色没有调匀，你画出这个花瓣就不好看。好，我们再蘸一点底色，再调一下。再加一点颜色，
这里来一个。这里也稍微的有一点霉匀，但是这个下面这个花瓣没有关系。我这里来一个。可以这里再来加一层啊，这里再加一层，下面挺多的，我们上面再加一层，加一层薄薄的啊，加一点底色，再调一下颜色，稍微淡一点点的一层。有一些这种小一点的碎的，加一些这种碎的啊。这里来一些这种淡一点的这种碎的花瓣。好了，我们这个就差不多了吧。可能再加就圆了啊，不要那么圆了，就这样可以了。把这个花心给画上，把这个花心画上。花心稍微深一点，我们调色稍微多调一点啊，颜色多调一点。花心还是要一层一层的，不要直接画过来，还是要一层层的，有这个画大小的这种变化，让它这个层次显得丰富一些。好，中间这一块用最深的，全部用胭脂，用最深的。至少有2个地方最深啊，这一块让它最深一点。好，这朵花。好，我们在下面再加一个花瓣。2个花相交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层次感。可以了。这2朵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一朵是这个包菜型的，一朵是这个绣球型的，这两朵的姿态还是有一些区别的，2朵还是不一样。好，我们再画第3朵啊，画第3朵。我们第3朵在哪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第3朵，像我们这一幅的作品，这个构图1、2，现在画了2朵，第3朵在这个上面这个位置。这朵花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个位置。
好，这朵花在这个放到这个位置，还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底色再把它调一下，因为底色放一下它会有一点沉淀，把它稍微的调一下。好，我们这上面这一朵我们用一点紫色啊，第一朵我们用一点紫色。然后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调一点玫瑰红，再调一点牡丹红。好，第三朵在这个位置，第三朵是一个塔式的，塔式我们首先画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来定一下这个花的这个位置哈，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好，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我们旁边会有一些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之前我们分解这个花瓣的时候都有讲，都有给大家讲这个花瓣啊。这是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你看这朵花稍微有一点点紫色了，紫色不要调太多了，稍微的一点点就可以了。好，这个下面我们再来一些层次，有大的就有这种小的，有大有小。好，这下面再来一层，笔尖可以稍微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沾一点胭脂啊。再来一个背面朝我们的往下一点，往下一点，你这个姿态不好的话，可以再去改一下。好，继续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然后这个中间再来一些，让这个花瓣，让这个反瓣里面有，反瓣里面还有这个反瓣，有这个大小的这种组合。好，有大有小，有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示范的这种正反瓣的这种组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画这个组合了。这个花的话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正反瓣的组合。其实我们在画这个花的时候，就是在给大家示范，一样的是示范啊，因为我们示范这个花是给画的时候一样的是给大家示范这个正反瓣。你看现在是全部都是画的这种反瓣，是不是？待会儿我们全部把这种反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瓣，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正反瓣的一个示范。好，这里来一个，这一边的我们就画成这样子。好，我们再来这一边的，看一下这一边。好，我们笔肚上没有这个底色了，我们再蘸一点底色。我们先把这朵花，先把这个框架先框起来。每次我们画这个花，像这种常规型的这种，或者是这个塔式的，我们先都是做这个框架，先把这个框架画出来，然后你再去补充这个正瓣，这朵花它就差不多了。所以说，把这种简单的，把这种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它做起来就容易很多了。
好，这边我们两边要稍微有一些区别，这边我们画的这种比较小的花瓣，那这边我们就让它这个侧瓣就比较，这边的侧瓣比较窄，这个侧瓣就稍微的宽一些，让它有所区别。好，这个上面这个大花瓣，上面的都是虚的啊，上面会有一层比较虚的。这里再来一层。你看这个颜色没有调匀，但一定不能急哦，一定不能急。即使是我也会出现这种颜色没有调匀的这种。你看一下这一笔，看到没有？颜色没有调匀。大家颜色一定要调匀啊！我一直强调的这个调色。好，这个花心我们就画到这个位置。那上面是比较虚的花瓣。上面是比较虚的，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虚花瓣画出来。虚的我们就蘸完底色之后，稍微的加一点点紫色就可以了，稍微加一点点紫色就可以。好，我们直接这样子去点它，点出各种姿态。直接这么去点它，稍微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啊，蘸一点点，点出这种虚的大小不一样的。各种各样形状、各种各样姿态、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第一层是这种虚的，要画出这种虚的这种感觉。然后直接去点它。有一些比较大一点，有一些比较小一点。好，这个笔肚上没有颜色了，没有颜色，我们再沾一点底色，再沾一点底色。沾底色之后，稍微加一点点紫色，稍微加一点紫色，然后笔尖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沾一点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好，虚的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上面层次不够，我们还可以再去加。每一笔大家看一下，需不需要加？好，这个上面这个虚的就差不多了。我们画这一朵花，要有这个物象，要有这个虚实的变化。这边实，这里就虚，要有这个虚实的变化，还有这个颜色上要有这种深浅，颜色上有深浅的变化。然后花瓣要有大小的变化，你看这个花瓣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物象有虚有实，这个是我们这个要注意的这个大关系。我们在画的这个过程中，哇，这一笔有点深，想回一下笔。好，我们继续这些反瓣啊，这些反瓣画出来，我们要补充它的一个正瓣。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这个颜色要稍微深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在调色的时候，我们可以加水，不用加底色。好，现在笔上干了，我们就加一点水进来，加点水进来，待会儿我们调色就要调深一点了，我们颜色要蘸深一点的了。哦，这个颜色都没有了，要挤一点这个玫瑰红出来。
好，我们现在画这个正半，补充正半，我们颜色会调稍微深一点。好，我们补充这个正半，这个颜色是比较深一点哈，比较深一些，一层一层的。这里补了一层之后，我们这里还可以再补一层，让它层次显得丰富一些。好，这里偶尔来一个大花瓣，让这个花瓣里面要有大小的这种对比和这种变化。好，我们先把这个要补充的这个里面补充正半的这些反半画出来，我们要去补充里面的正半。好，去补充这个正半。好，现在去补充它里面的这个正半，所有的反半里面的正半先把它补上，这样子就是一个过程。这边我们不要补的太大了，这边已经很大了，那我们这边就让这个花瓣很小，只露出来一点点，露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忘了调这个紫色，我们下面这个花瓣调一些这个紫色进来。好，这里来一个这种，现在下面这个花瓣都是颜色比较深一点的哈，都是比较深一点。好，现在感觉有点干，有点干，我们加一点水进来。好，这里来一个，下面再来一个大的花瓣，会一个大的花瓣，下面会来一些大的花瓣。颜色调没有调好啊，这一笔颜色也没有调好。当然，我们颜色没调好的时候，我可以去把它改一下，去把它综合一下。来一些这个大花瓣里面会有一些小花瓣，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来一些这种小的花瓣。画的时候不用着急，有的时候我可能我自己画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着急，也会有画不好，所以说一直在提醒大家不用着急，因为今天晚上要完成这一幅作品内容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着急，着急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的时候会画不好，所以还是真的不能着急哦。慢慢去加花瓣。好，这里来一个这样子的花瓣。好，笔上现在有一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再加点水。
好，这个下面的花瓣已经很丰富了，我们再调整一下上面的，笔稍微洗一下，笔稍微洗一下啊，洗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哪里需要有补充补充花瓣，补充花瓣我们直接来这个底色来去补充，稍微加一点点这个紫色，笔上稍微加一点点这个紫色。反笔来调整，反笔来调整。看这里还是加一个大一点，加一点深一点的花瓣，加一个深一点的花瓣。还有一些小的。好，再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补齐，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这个胭脂。好，这个花心是最深的，待会儿我们干了，稍微干一点，我们再去画这个花心。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3朵花。拉上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3朵花。今天这3朵花，3朵不一样的花，在一幅作品上面，好不好看？漂亮吗？好，我们在这里再画一朵小的啊，再画一朵小花苞啊，小花苞，还是要用的底色。我们今天这个构图现在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这一个小花苞也可以红一点，也可以紫一点，稍微调一点紫色吧，然后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调一点这个牡丹红来画这个反瓣，背面的这个花瓣，调一点点胭脂吧。好，来一个花苞，先来一个这个背面的。好，这个花苞它是含苞待放的这种。层次，颜色一定要调匀淡，不用着急。
好，小花苞。你看这个颜色，只要你这个前面2种颜色调多了，这个颜色是很鲜艳的。有些家人的颜色总是有点灰，就是假如说我们用这4种颜色，就说明你这个玫瑰红和牡丹红调少了，胭脂多了，你们的颜色就会灰，明白吗？你看我这个颜色是不是不灰，特别鲜艳。好，我们现在就把它包起来了吧，不要太长了，够了，差不多了。好，这里露出一点点这个正半吧。好，我们这个花苞就这样吧，简单一点，就这样可以了。好，这个小花苞就这样子可以了。这里再来一笔。这笔长一点。好了，这个花苞就这样。今天这4朵，1、2、3、4朵完了。